醉酒駕駛機動車納入刑法，并设定刑罚，这些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醉酒后驾车，在醉驾已然入刑10年以后，无论是学术圈还是实务界，却再次掀起了关于調整醉駕入刑的討論。那麼今年兩會，我提了一個議案，就是關於修改刑法，取消醉駕罪。醉駕入刑啊，既體現了報應主義的要求，又體現了預防體系。2011年當時引起很大爭議的最高法院的一個表態，就是認為說對醉駕案件不能夠一刀切。所以他們為什麼主張調整醉駕入刑呢？他們主張該怎麼調整呢？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無奇解思路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今天我們來談談醉駕。眾所周知呢，在2011年刑修8出台到現在醉駕入刑已經超過了10年。10年來，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這句話毫無疑問地深入人心。據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供的數據呢，近10年來因醉酒肇事導致的交通傷亡總人數，比醉駕入刑前10年的人數就少了2萬多人。這還是建立在全國機動車保有量不斷上漲的基礎上。而在公眾心中醉駕入刑的當然性更似乎成了一條鐵律。可在今年在醉駕已然入刑10年以後，無論是學術圈還是實務界，卻再次掀起了關於調整醉駕入刑的討論。首先是在今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也是律師的朱列玉就提出了取消醉駕入刑，理由是醉駕入刑的主觀惡意並不大，根據罪行相適應的原則呢，就可以行政處罰，比如說行政拘留、吊銷駕照等等，但還沒有達到需要入刑的程度。而在這個提案上熱搜以後學術界中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周光全教授關於調整醉駕入刑的立法建議也引發了更多人的關注。所以他們為什麼主張調整醉駕入刑呢？他們主張該怎麼調整呢？本期視頻我將着重介紹這兩點。正式討論前呢，我先明確什麼是醉駕入刑首先要明確，刑法裡並沒有一則罪叫醉駕罪，也不是喝了酒開車就是醉駕，而是只要你喝酒後每100毫升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於或者等於80毫克，就達到了醉酒駕駛的構罪標準，可以以危險駕駛罪定罪處罰，處6個月以下的拘役並處罰金。若沒有達到80毫克呢，則為飲酒駕駛，處行政處罰。每100毫升80毫克是什麼概念呢？每個人酒量都不一樣但正常情況下，你喝完1瓶啤酒就有可能達到醉駕標準了。我給你炫一個。同時需要提醒的是危險駕駛罪為抽象危險犯。什麼是抽象危險犯呢？你可以把它通俗理解為並沒有某一個具體的被害人，而是只要你做出了這種行為，你就涉嫌構罪。而醉駕你不用撞到人撞到人的話那是交通肇事罪，只要你喝了酒，在立法判斷中你便可能出現危害安全的行為，無論有沒有出現具體的犯罪後果，你都涉嫌構罪。你的罪行所產生的危險是抽象的，不是具體的，所以呢是抽象危險犯。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有很多人把醉駕評價為罪大惡極的犯罪，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所以應當重懲。這一點呢，至少在現在的刑法評價上肯定不是。等會兒呢，在司法實務中我會具體聊我現在能說的就是，根據現行法律的規定，醉駕最高也就6個月拘役，在當下的刑法評價體系裡面，它甚至都不能算輕罪，是微罪。在了解上述法律規定以後呢，我們再介紹今天的主張對危險駕駛罪進行立法調整的核心選手周光全教授。周教授呢是清華大學法學院的博導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的副秘書長，也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諮詢委員。為什麼說周教授是核心選手呢？因為他的論文較為系統地闡述了目前調整派的觀點，我將它分為以下幾部分。第一是危險駕駛罪呢，作為全國第一大罪，每年呢都在將30餘萬人打上罪犯的烙印，使數萬家庭陷入窘境，長此以往呢，對國家、社會和個人都是巨大損失，是司法和個人的兩敗俱傷。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他列了一串數據就是全國刑事案件中，危險駕駛罪在19年為31.9萬件，占刑案總數的 24.6%， 而2020年呢是 28.9萬件，占比 25.9%， 而近幾年更是每年都有30餘萬人成為罪犯。這意味着什麼呢？不僅僅意味着罪犯自己會去坐牢，存在交叉感染的可能，還意味着他們出獄後信用記錄、貸款、消費等受到限制，還意味着他們不能做法官、檢察官、公務員、律師、老師、醫生會被用人單位開除，更意味着自己的子女會受到株連。因為根據有關規定若上一輩有故意犯罪記錄，那子女在報考公務員、警校、軍校或在安排關鍵重要的崗位的時候，就將難以通過政審。用周教授的話來說，這些受影響者會在事實上喪失國民待遇。
在此基礎上，大家想想，若每年有30余万人被定罪，那10年会是多少？这些被定罪的人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他们的孩子就因为父母醉驾而丧失了人生的诸多可能，这对孩子公平吗？这些孩子裡有没有非常優秀，可以成為公務員為人民服務可以成為醫生治病救人，可以成為律師賺錢可以為國家和社會做巨大貢獻的人呢？若因此就堵住他們未來的可能，對家庭、社會和國家是不是都是一種損失呢？看到這個論點這時大家可能會有一個當然的反駁，那就是誰讓他們犯了罪呢？犯罪不應該就承擔有關法律後果嗎？扯這些有的沒的幹嘛？好的，這時就引發了2個討論點了。第一個點呢是，如果醉駕撞到人呢，那就不是危險駕駛罪6個月那麼簡單了是交通肇事罪，甚至有可能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罰重很多。當你只是危險駕駛罪時，就意味着你沒有撞到人。而第二是實際案例來了，朋友們請聽題。第一題呢是李四頭天晚上喝了酒，但是呢他知道開車不喝酒嘛，所以他沒有開車。而第二天呢，他以為自己酒醒了，便開車去上班，半路上呢就被交警攔下，經血檢呢實際上仍處於醉酒狀態。所以請問現在呢該不該判他危險駕駛罪，讓他坐牢6個月，子女無法考公務員呢？而第二是李四喝酒後請代駕將車停到了商業體外面，路邊停車位已經滿了，他就讓代駕先走，自己等空停車位出來。好不容易旁邊有停車位了，他就側方位停車。這時呢，交警同志來查酒駕，發現他達到醉酒狀態。所以請問該不該判他危險駕駛罪，說他是罪犯，判6個月呢？而第三題是李四的太太是孕婦，半夜臨盆，李四呢此前喝了一瓶啤酒，但怎麼都打不到車，於是呢他就只有無奈自己開車送老婆去醫院，沒辦法事出緊急嘛。結果半路上呢就遇到了交警查酒駕，一查醉駕。請問這時應不應該判他危險駕駛罪，說他是罪犯，讓他還未出世的孩子考公務員存在障礙呢？大家別以為我是在假設極端情形這些都是有實際案例作為支撐的。那保安說您挪一挪，您挪到門口去，挪了真的5米都不到一開始呢，正是將血液中酒精是否達標作為核心的依據，加上呢是抽象危險犯，很多刑法專家，包括張明凱教授等在內都主張不需要法官具體判斷醉酒行為是否存在公共危險，本罪是只要你明知自己醉酒還駕車就涉嫌構罪。此類案件呢，不能說層出不窮，只能說屢見不鮮。而後來正是因為這些爭議案件多了，包括湖北浙江重慶等地的檢察機關才出具了具體的不起訴參考標準，讓部分上述行為免於刑事處罰。但部分地方機關出了標準就完事了嗎？這時問題又來了，若實務界提出根據不同情形做出不同的法律判斷，這就好像對抽象危險犯的概念又造成了一些爭議。說好了只要明知自己醉酒還要駕車就構罪呢？說好的無需判斷其是否產生了具體的危害行為呢？如果地方給了各種解釋與空間，那是不是意味着可操作空間也越來越大，會被一些人鑽空子呢？所以周文全教授就認為與其縫縫補補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如直接從法條本身來進行調整，將一些本不必入刑的行為直接排除在刑罰之外。他的建議是什麼呢？首先，他也反對取消醉駕入刑，認為還是應當保留。畢竟醉駕入刑10年來的立法效果不能說立竿見影，只能說非常顯著。所以呢，他並不建議取消，而是建議在現有的基礎上進行調整和完善。而具體怎麼完善呢？他的想法是提高定罪門檻，將醉酒後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即構成危險駕駛罪的規定做出進一步的限定，修改為醉酒後在道路上不能安全駕駛機動車的，就處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他舉例子德國刑法典和我國台灣地區刑法都有諸如達到不能安全駕駛方才定罪的規定。而具體怎麼做的呢？他認為交警在查酒駕的時候，可以讓駕駛者走直線辨認有一定圖案的圖畫，或者閱讀一段文字等等，來實際考察醉酒者是否達到了不能安全駕駛的地步。說到這裡呢，我需要跟朋友們說一說2點我的個人看法。第一，這客觀上呢肯定提高了醉駕的入罪門檻。比如說，即使你血液酒精含量嚴重超標不僅是80了，到了160了，只要你頂過了交警的考察，你也可能不構罪。而第二呢，是可能出現執法縫隙，因為周教授舉的這些考察標準說實話執法人員的任意性比較大，客觀上呢也可能給到了操作空間。所以我認為即使是要提高入罪標準，那也得有一個非常統一客觀的評價標準評價體系才行。其次呢，他建議輕其應輕但重其應重。比如說，在提高入罪門檻的同時對一些醉酒駕大貨車醉酒駕超載車等情節嚴重的醉駕行為將最高法定刑期從6個月拘役上調到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而最重要的是，他建議設立微罪封塵制度。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對於輕罪罪犯的犯罪記錄不向社會公開，在其受到刑事處罰或刑滿釋放後的一定期限內如果其沒有再犯罪的危險性，就取消其擇業限制或消滅其前科，使其能更好地融入社會。比如說，可以考慮对醉酒駕駛汽車的初犯，自被不起訴緩刑考驗期結束或刑法執行完畢後3年內沒有再犯新罪的，就可消滅其犯罪記錄，最大限度地減輕醉駕犯罪的負罪後果。在這裡呢，我跟朋友們舉個例子刑法第100條就規定了，依法受到過刑事處罰的人，在入伍就業時，應當如實向有關單位報告自己曾受過刑事處罰，不得隱瞞。但是呢，如果是不滿18周歲被判處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人，就可以免除的報告義務。這是什麼意思呢？意思就是，如果你在未成年時犯下轻罪，犯罪記錄呢是要封存，它不会对你後續求職、參軍等帶來直接負面的影響。而在危險駕駛罪作為最高也才6個月以內的輕罪的時候，它的負罪後果就可能已經超過了刑罰本身，這是不利於個人、社會和國家的。因此呢，可以考慮消滅前科，減少負罪後果，至少呢不要殃及子女。這樣一來即使每年有30萬人入刑，其造成的負面效果也會得到最大程度的減輕。所以看到這裡，你支持他的觀點嗎？你支持他哪些觀點呢？而我最後需要說的是無論你是支持還是反對，都請有理有據的與他們正面交鋒，而不要搞一些陰謀論和勢力論。什麼是陰謀論和勢力論呢？就是當出現一個你個人不認同的觀點時，你不從邏輯與知識層面進行反駁，而是單純通過批判其立場而否認其觀點。比如說這些主張取消醉駕是因為背後有資本支持是有官老爺希望自己醉駕不被定罪，一定是得到了什麼莫名其妙的勢力的推動等等。這些批判是如此毫無依据卻又信誓旦旦，以至於能摧毀一切辯論的價值，將所有討論都歸於你站哪邊的低幼與無意義。如果你反對它，可以請哪怕多花一丁點時間靜下心來了解和研究這個話題，然後再進行反對。因為这樣做了，你的情緒有沒有得到宣泄我不知道，但你肯定会比那些有陰謀論和勢力論的人多收穫一點點。我是法山，一名平平無奇且私貨很多的法律工作者，持續輸出有價值的法律內容。成熟睿智的朋友看到這裡已經一鍵3連並保持關注，我們下期再見。